螳螂步，行一门基础腿法，模仿螳螂移动，步伐轻盈飘逸。罗师傅跳上高台，上来就是一招蛇形雕手起手式，势必要将叶问大卸八块。侧身回旋踢，单腿高台边，叶师傅轻松抵挡，反手一招咏春基础拳法第一式，一只手抵挡攻击，另一只手快速挥拳，打得罗师傅晕头转向。不甘心的他转身直蹬腿，凌空侧腿击，结果反被砸下来，身形摇摇晃晃，差点掉下圆桌。现场可都是香港的各大武馆之主，这一次他们联手狙击不知天高地厚的叶问，若是掉下去简直贻笑大方。幸好罗师傅虽然喜欢吹牛，但基本功还算扎实，借力起跳，凌空飞踢，360度回旋，落地直接横扫一圈。只可惜叶师傅以不变应万变，丝毫不带害怕。罗师傅眼睛一眨，直接一招高抬推物连鞭，只可惜叶师傅发狠一顶，直接将他摔倒在地。此时叶问只需要轻轻一推，就能获得今天的首胜。叶师傅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奈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为了吃饭只能开武馆收徒弟，而香港的规矩就是想要开武馆就必须打败所有的武馆之主，这条件简直离谱，不是像叶师傅这种自信的人绝对不敢挑战。叶师傅原本准备给脚下之人留点面子，没想到竟然还敢反抗。叶问连削带打，罗师傅成功扑街，引来一片嘲笑。下一位是郑师傅，踢云走，轻飘飘上台，太极游身术，脚踩八卦，身合阴阳，不出手则已，出手必定一鸣惊人，鹞子翻身，八卦游龙掌。这是来自八卦门的古老武术，看似慢慢吞吞，其实威力惊人。八卦最早见于周易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原指8个方位，八卦掌以掌法为主，其基本内容是八掌，合于八卦之术。在行拳时要求以100扣步走圆形，将8个方位全都走到，而不像一般拳术那样或来去一条线，或走4角，所以称为八卦掌。郑师傅八卦掌连环攻击，却被咏春拳单手擒拿。年纪大了反应慢，游龙身法用到一半就被一个直蹬腿踹飞，八卦之力循环不停。两人对着让空气都安静下来，上身横拳，下肢刺拳，八卦冲天掌，游龙缠身。郑师傅死死缠绕叶问，连圆桌都开始抖动。这种缠锁的技巧在格斗中非常实用，格斗比赛中被人缠住往往就预示着失败。这可惜他面对的是叶问，一招接化方，用巧劲将郑师傅甩出去。游龙戏水，佛陀盘坐，郑师傅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。叶问于是不再留手，伸腿侧蹬，两手压扇龙，折腿砸地，抛拳5连发。郑师傅心服口服，要是生死之战，这一拳下去他就可以去地府报道了。经过2轮的比试，众人也都知道叶问不好惹，都不愿意上去丢脸，于是当代洪拳扛把子，洪师傅出手了。洪拳属于中国传统拳术，是南派拳术代表之一，与刘、李、蔡、墨合称广东5大名拳。关于其起源有3种说法，一种说法洪拳是清代南方民间3合会，也就是洪门、假托少林所传习的一种拳术，另一种说法由原民间陕西地方拳术演变而来，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康熙年间由南少林弟子洪熙官始创，在武术界的地位非常高。洪师傅纵身一跃，看似轻飘飘，结果却有千斤的力道，直接砸翻了圆桌，几步冲上前，刚猛无比的洪拳连连挥舞。叶师傅竟然有些招架不住，手臂竟然都在发抖，这绝对是一番龙争虎斗。咏春起手式8极拳崩拳，扫荡腿，凌空飞踹。洪师傅虽然是个胖子，但身体却意外的灵活，画圈游走，互相打探虚实，拳砸一大片，肘扫筋骨线，两人的手互相钳制，都知道对方不是简单的货色。洪师傅凝聚内气，使出一招千斤坠，从天而降砸翻圆桌，紧接着凌空飞踹。习武之人第一步就是要扎马步，底盘不稳，一切都是花里胡哨，所以即便是拳法大师，他的腿功也不容小觑。单刀直入，侧腿横击，回身一扫，叶师傅差点倒地。关键时刻使出一招睡梦罗汉，单手撑得起身，圆桌随之抖动。接下来的是咏春拳终极奥义，取自佛山无影脚，这一招就叫做咏春无影拳，噼里啪啦疯狂攻击，圆桌抖个不停。洪师傅一记炮弹直拳，叶问凌空飞踹，两人落地的威力直接崩坏了圆桌，凌空接力。咏春落地式洪门千斤坠，这一次是平分秋色，叶师傅成功获得开武馆的资格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竟然要交会费。他为什么开武馆？不就是穷的没钱吃饭？叶师傅依然不惧，谁不服就来挑战他。洪师傅见状也只能偃旗息鼓，下场立马就要喝药缓解，但之后却派了弟子去骚扰咏春门派，真是一群卑鄙小人。随后外国拳王前来打擂台，一个人横扫全部洪拳弟子，洪师傅再度登场，洪拳对战拳击，谁胜谁负？结果显而易见，洪师傅被活活打死，再厉害的技巧也比不过巅峰的身体，一拳数百斤的力道，谁来谁死。
于是最终还是要叶问出手。咏春探手，拳王直拳，左勾拳，右勾拳，上肢环抱，下盘护切，盘腿折膝，只可惜力量差距太大，拳王抓住机会，一招炮弹重拳，叶师傅直接被砸晕过去。职业拳手实在是太强了，眼看开始倒计时，叶问竟然神奇的站了起来。叶师傅尝试切他中路，叶问快速应对重拳的同时，反手对着拳王腹部快速击打，随后扯住大腿下拉，反手一招驴子后蹬腿，拳王重重倒地。只可惜巅峰的身体不容小觑，拳王快速起身，反手一记右勾拳，打得叶师傅2次倒地。这一场战斗实在是艰难。中场休息之后，叶师傅快速施展咏春连环打，让拳王只能被迫防守，一招腰子暴击，差点废了拳王的腰子，素手摸喉，脚踹小腿，拳王一个北摔，接上大地之拳。叶问剪刀脚前翻拳王，欺身而上疯狂拳击，中场休息差点累瘫。然而裁判非常卑鄙，竟然不允许叶问使用腿法，这无疑废了他大半功力，比起拳头自然是拳王厉害。叶问差点被打报废，可他忽然想起了惨死的洪师傅，怒气拉满，开始施展咏春的终极奥义，侧身肘击，牛角侧身顶，双峰贯耳，打得拳王毫无反手之力。接着扯翻拳王疯狂直拳，这一次终究是他赢了，咏春拳的威名传遍天下。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